的花瓶呀！哎，你发什么呆呀？赶紧赔钱！哎呀，我居然获得了透视眼，不仅能透视，还能鉴别古玩的真假，太好了！那我以后靠着这双透视眼去捡漏，岂不是能赚到大钱了？你打碎了我的唐代唐三彩呀，价值8万呢，赶紧赔钱！孙老板，你确定这是唐代的唐三彩？这唐代的三彩，可不会刻这种近代窑口的款。你看，这里面还刻着2025年呢。来，大家看看。原来是假的，原来是假的。这孙老板又坑人，你是狗喷人！你故意找茬是不是？今天你不给我赔钱，你就别想走！这些赝品里居然有个真货。这个漏捡下来，少说能赚70多万。你还敢躲是不是？老子弄死你！等等，孙老板，你这漫天要价，我怎么可能答应啊？这样，要不然咱们各自退一步，我在你这摊上随便买件赝品，就这个，就当抵了你这唐三彩。刚才的事儿，咱们就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怎么样？哼，大事化小，你想得美！今天没有20万，你就别想走。这么说，这事儿就不能好好谈了是吗？没错。哎呀，那我就只能报警了。110。这个马纹香炉是我20块掏来的，那个唐三彩瓷瓶我也就花了200。他要是报了警，我一点好处也捞不到啊！哎，慢着，还可以谈呀。这样，你给我2000，这个轻质马纹香炉你拿走。刚才你撞碎我唐三彩的事儿，就可以算了。好吧，扫码。赚了。赚了。哎呀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接下来就去灵慧楼把这个马纹香炉卖了去，发财喽！就是这儿了。干什么呢？你们收宝吗？你有好东西？还是把你们老板叫来吧，是不是好东西一看便知。跟我来吧，把你的东西先拿给我看看，别拿垃圾浪费我们老板时间。这马纹香炉不知道贵店能出多少钱？切，这炉子这么新，一看就是假的，赶紧滚，别脏了我们的桌子。小郭啊，小郭，这位姑娘是林老板，他拿个假炉子来卖，还说是什么马纹香炉。既然贵店只以旧为真，那我也不打扰了。哎，姑娘稍等，坐，你懂不懂？这清代香炉用蜂蜡封藏，放在地窖里几百年，随时拿出来都跟新的一样。你这水平，明天开始去库房抄3天历代香炉谱。我哪知道啊？哎行。姑娘，你这个香炉我能瞧瞧吗？林老板好眼力，这的确是清代的马纹香炉。姑娘打算多少钱出手啊？80万。姑娘这个价格非常合理，成交。不知姑娘可否赏脸一起喝杯茶？好。
来，谢谢。请。哟，老林，淘到什么好宝贝了？这么开心？就是买了个小炉子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呢，原来是一件晚清的仿制香炉呀。哟，满文香炉，保养的不错，很有收藏价值。牛老好眼力啊！哎呀，牛老师，您是都城鉴宝协会的牛宇文牛老师吗？我的天哪，竟然是牛老！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，没想到今天见到真人了。据说呀，这牛老是不可多得的在鉴宝行业里从未失误过的专家。这位老板，我看你也是来卖宝贝的吧？趁着牛老在这儿，不如把你怀里的宝贝打开，让牛老品鉴品鉴，也让我们大家开开眼呢。对呀，我怎么这么笨啊？牛老是京城的活字典，平常请他鉴宝都得花大价钱，今天刚好撞上门了。这琉璃瓶要是被他夸两句，身价不得翻10倍？牛老，要不您给瞧瞧啊，让大家开开眼。好，那就拿出来，咱们一起瞧瞧。好。牛老这架势，陈老板这东西多半是真的呀。陈老板又要发财了呀！这个七彩琉璃瓶啊，是唐朝的，唐玄宗赐给杨贵妃的啊。瓶底刻着“御赐杨贵妃专用”，瓶身通透，七彩融合的恰到好处，巧夺天工啊！陈老板，这个瓶子是多少钱收的？区20万。要是真的，200万都有人抢。姑娘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我看200还差不多吧。话可不能乱讲。这七彩琉璃瓶通透度、纹理走向、颜色落点都是上品，只不过这东西是个现代的仿制品而已，值不了多少钱。你个小丫头片子懂什么？既然说是上品，为什么一口咬定是仿制品？既然这位小姑娘说了其一，剩下的第二点就由我来说吧。这瓶子工艺是完美，但御赐杨贵妃的款式不该出现在这种器型上。这东西确实是现代的仿制品。牛老，您是开玩笑的吧？这七彩琉璃瓶，可是我花了20万啊！陈总，20万对您来说不过是小意思吧，无所谓啦，也不是什么大问题，才花了20万而已。陈总是做大生意的人，想必也不会在这20万吧？原来是你，一个臭送外卖的！你那满文香炉哪来的？难不成是传家宝？陈康，你别乱讲，人家姑娘一表人才，怎么会做偷抢的事？人心隔肚皮，你知道什么？他本来就是个送外卖的。送外卖的怎么了？还需要经过你同意吗？那你说，你一个送外卖的，香炉哪来的？从收废品的福伯手里捡的。捡的？你把我们都当傻子呀？啊！收废品能捡到这等宝贝，我们都去捡废品算了。这世上多少宝贝是从废品站淘出来的？我捡个香炉算什么？而且这香炉只是开始，我要是愿意用几万在文玩市场淘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宝贝，易如反掌。有这本事你还送外卖，直接当鉴宝大师啊！既然陈老板这么说，不如我们赌一把，就请牛老做个见证啊！有透视异能在，我不可能输。说大话也不怕傻了舌头，既然你要赌，我奉陪到底。那就请牛老做个见证人。我一来金陵就遇着这么有趣的事儿，那我就做这个见证人。不过我只负责鉴宝，其他的可别找我。说吧，赌什么？玛瑙吊坠真品30万，我用几万淘到100万的宝贝。如果我赢了，
你脖子上的玛瑙吊坠给我，我输了，你提要求。哼，你眼光倒是不错。如果你输了，你跪地上学3声狗叫，磕几个响头。那就说定了，最多1个小时，我带着100万宝贝回来。哎呀，我看不用等了，这姑娘吹这么大的牛，肯定不会回来。老夫只是见证人，只看那姑娘拿回来的东西。哎，王莽，这瓶子看着有点意思啊。这釉色太亮了，是做旧的。姑娘，这铜锁是清代的，便宜卖你了。老板，这刻纹是机器雕的，那太光滑了。王莽，咱都转半小时了，没找到合适的？这简陋啊，还是找流动小摊儿。哎，王莽，哎，等等我，哎，随便瞧随便看啊！紫金山刚出土的宝贝，跳楼价啊！年轻姑娘买1件等于买套房，小伙子买1个，女朋友随便挑嘞。让一下，让一下。你这真是从紫金山挖的？姑娘，我能骗你吗？紫金山有宝贝，大家都知道，我这都是凤毛麟角的真货。桌上这些玩意儿，要么是没亮光的仿品，要么是值不了几个钱的假货。想靠这个捡漏，做梦！哎，老板，那边的小零碎怎么卖？这东西不值钱，留着当配品呢，不用看。这俩小零碎我要了，多少钱？200块钱，全拿走。付过去了，微信到账200元。想让我当冤大头？等着吧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林老板，您跟这么紧干什么？怕我跑了？我原本好奇想看看，没想到。放心吧，这赌局我赢定了。好嘞，慢走啊。时间快到了，那姑娘恐怕是跑了吧？就是，老林也没回来，肯定是怕输不敢来了。看来这场赌局的赢家已经很明显了。哎，来了！这吊坠我花30万块钱买的，输了就便宜这丫头了。王莽，你这几个破玩意儿值100万？龙凤呈祥，刀工是东汉游丝刻，玉制老坑玻璃种。这什么东西啊？龙凤呈祥玉佩，临街一品，东汉皇室之物，翡翠质地，值150万。陈老板，这玉坠是东汉何地遗物，宫廷雕工，极品老坑翡翠。这多少钱？起码100万以上。100万以上。我输了。陈先生，愿赌服输吧。丫头，好眼光，多亏牛老品鉴。姑娘，你真是深藏不露啊！刚才我还以为你差点又输掉了呢。一会儿去刘老七那儿再讨2件。好。那先说说陈老板，不会是打算耍赖毁约吧？笑话！愿赌服输，我陈康可不是输不起的人。早这样不就行了？我去洗手间。姑娘，你这个龙凤呈祥玉坠可愿割爱啊？老先生想要，得先准备好诚意。你开个价，我绝不还价。150万。
老先生倒是爽快，150万，金龙林某果然没白给我，以后再也不用为钱发愁了。哎嘿嘿，王莽，等等，牛老，有事儿吗？我牛宇文钻研古玩一辈子，想收你做徒弟。多谢牛老抬，但我暂时没拜师的打算。是我唐突了，以后有不懂的随时来找我。好，嗯，牛老慢走。钱不是问题，我只要那玉佩。哼，那个女孩，你们想怎么处理都行。什么？好舒服啊，感觉有一桶凉水从头顶浇到了脚尖。这股气息是玉坠里的。我的耳朵居然能听到这么远。啊？我的视力也变好了。看来你还有好多东西等着我发现。青灵玉坠，人皆一品，灵气已吸收。原来那道青色能量是灵气。唉，王莽，你发大财了！你有多少天没上过班了？怎么带我来这么高档场所？按你的理解，我不光辞职了，还发了点小财。我说呢，快说，你是怎么发财了？中彩票了？我昨天在古玩市场收了一个玉坠，专家说是东汉龙凤呈祥吊坠，卖了150万。现在我也是有钱人了。王莽，真的吗？当然了，我还能骗你？天哪，太厉害了吧！那你昨天去东区古玩市场，是不是鉴定大师从京城来的牛老啊？你怎么知道啊？我跟你说过，我大伯是开古董店的吧？你昨天在古董市场的事情，在金陵古董区传得沸沸有名，都是我大伯告诉我的。王莽，我听我大伯说，你昨天在古董市场跟人对赌，赢了一枚吊坠，还拒绝了牛老收徒，这事儿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王莽，我以后跟你混吧，带我赚点小钱。当然了，咱俩可是好姐妹，还能我自己赚钱不带着你吗？王莽，你太够意思了！我明天去我大伯那儿拿件宝贝，他宝贝跟命似的，你帮我鉴定一下。要是真的，他能高兴3天。行，当然没问题。袁平，王莽，我可算拿回来了。我大伯把这玉镯锁抽屉里，我跟他说了半天，从京城来的高手来鉴定，他念叨10分钟才肯给我。你大伯倒是心疼这个。袁平，这玉镯是仿制品，不值几个钱。
不会吧？我大伯天天拿丝绸擦拭，说是什么明代宫里来的。你看这是机器雕的缠枝纹，线条太整齐。还有这边，还有这抛光痕，这是现代工艺才有的。唉，我还以为能给大伯个惊喜呢。别灰心，明天我带你去东区果儿市场看看，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宝贝。真的吗？王萌，你可别骗我。当然了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拿。哎，那不是昨天拒绝牛老的王萌吗？王小姐来了，上次玉坠的事我听说了。看看我刚收的青瓷碗。周哥，这碗是哪送的？王小姐眼光真毒，上周从丽水乡下收的，底款带官字呢。王萌，这碗值不少钱吧？最少10万，碰到喜欢宋瓷的藏家，还能更高。这么贵？等你学会看老器，比如这冰裂纹的层次感，胎底的包浆，你也能学会捡漏。走了。王小姐，下次再来啊，有好东西给你留着。好嘞，走了，走吧。王萌，您帮我看看这几个物件，哪件是真货呀？我这儿最近收了不少，拿不准呢。不知道，我也来不及看，我还有点事，先走了啊。王萌，你现在是名人了，走到哪儿都这么多人认识你。少贫了你，走吧，去刘老七那儿看看。哎，刘老七呢？昨天他还在这儿。他昨天把所有存货都卖完了，应该是找古玩了吧？那再逛逛。走。哎，王萌来了，我这儿刚到了几件新货，您给长长眼。没什么值钱的，贵的又买不起。这青花瓷瓶是乾隆年间的，您再看看。算了，没兴趣。王萌，这几个小玩意儿看起来挺值钱的，应该值不少钱吧？咱们该吃午饭了。哎，你们听说了没？玉石市场赌出了价值100万的玉石。我去，我也听说了。走，去玉石市场。你还会看玉石呢？不会啊，看看呗，又不亏。走。哎呀，你看看，200万了，开不出东西可亏大了。不会，张大师说纹理轻，硬度高，肯定能出上等翡翠。里面只有薄薄一层绿光，根本没有完整玉石。人家出250万。等等，这位小姐，您是要加价？不是，我是说这块原石要250万，太不值了。小丫头懂什么？刚才2位大师都夸好。这里面根本没有玉石。我摸的玉石比你活的年头还多，不买就滚，别挡生意。既然你不信，不如我们打个赌。赌什么？就赌这块原石里面没有玉石，有的话我给你250万，没有的话，你让我挑4块原石。刚才扫货架时，我看见好几块原石在发光，红的、绿的、紫的，浓度面积都够，比那破石头值钱多了。要不是奔那些宝贝，我才不多管闲事。就你也配质疑我？行，赌。王萌，算了吧，这250万得没多少翡翠啊。放心，从来没有人能坑姐。玻璃种翡翠，
看见了吗？出玉石了，你输了。胜负未定，原石还没切完呢。继续，看你嘴硬到什么时候。这不可能。胜负已定了吧，老板？老板还要继续吗？老板不必继续了吧，一块废料而已，算不上玉石。你很让我意外，我也是鉴识师，我和我带来的人都没有看出来什么原石，你却笃定这里边没有什么原石。谢谢夸奖。我就不信这块是废料。继续。你看，挑原石要挑松花和蟒带。看这块，这上面有褶皱，叫松花，说明有可能开出绿玉。那上面凹起的蟒蛇纹叫蟒带，概率更大。王萌，要不我挑一块试试？就在这边试试手吧，说不定能捡漏。这块怎么样？你倒会挑，咱们玩点刺激的。这姑娘是不是傻？挑块垫桌脚的石头。我赌100，开不出玉。各位，既然你们都不信，不如我们来打个赌。如果开出玉石，你们每人给我1000；如果没开出，我给你们每人1000。有什么不敢？我赌。王萌，别赌了，我不懂挑石，要是开不出来，你还得赔钱。你放心，相信我。切。姑娘，真要解？解吧，速度快点。这是玉，是和田墨玉，颜色深，质地纯，市场上很少见。这石头我放了3年，我还以为是块废石。哎呀，各位愿赌服输，每人1000，排队交钱。王萌，收齐了，我去骑车，你等我。好。你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？这位小姐，我想买你手里的墨玉，还有这3块原石，可以吗？刘总，这就不道德了吧？这位小姐的原石，我也想买。竞争向来是价高者得，我出600万买墨玉，加3块原石。你若出得更高，再来跟我说。这疯女人！墨玉虽贵，600万超了。他是信我挑的原石能出玉。600万，成交吗？成交。好，助理稍后打款，方便留名字吗？我叫王萌。我叫柳慕晴，是柳氏玉石的总裁。我想请你帮忙，酬劳是150万。先说是什么条件吧。我们公司今天要挑出1000万的原石，可原石难辨，我们公司的人不敢拍板。你是鉴定师，想请你帮忙长眼。王小姐挑原石的眼光精准，我们想请你帮忙挑原石，酬劳是150万，加上600万一起打给你。可以。多谢。刘总心大，让一个不知根底的小姑娘决定你1000万的代价。我的钱还不用王总操心。走吧，我们去挑原石。好。来看看。预算一共是1000万，你有看中的告诉我。好。老板，这块我要了。王月，你没看到是王萌先看中的吗？
甭管谁先看中，我先开口，原石归我。王月，你要不要脸？老板，赶紧开票。老板，先切这块，钱助理打给你。刘总，您看。开吧，我也看看到底有没有玉。解开。哇，玻璃种绿翡翠橙色上品呢，看看值300多万。王月，你够了。老板，这块我要了。你还抢？我愿意买，你管得着？是你允许他抢的。别急，好戏在后头。这个我要了，你们不许跟我抢啊！你拉我干什么？我要踹他！穆晴，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来，赚多少就给我吐多少。怎么还没玉？怎么回事？你是故意的。嘘，看结果。你故意坑我是吧？600万买块破石头，是王老板自己要买的，我可没逼你。信不信我让你在金陵混不下去？王月，注意你的言辞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。王总，一共是1010万，给1000万就行。小妮子，你给我等着！行啊，藏得挺深啊。对付这种人就得用他的办法。王蒙，你这招挺高啊。他那2块原石加起来还没赚够500万。倒是亏了1000万。好了，继续挑原石吧。老板，这块。好。哦，王蒙眼力真准呐！哈哈。王小姐，我已经让秘书将750万打到你的卡上，咱们要不要交换个联系方式？以后有事的话就找你。好。帮柳木晴看玉的事儿传出去，我一夜出名，电话全是求我看原石的，我都拒了。喂，王蒙小姐，店里新进了好原石，请您帮忙挑出玉率最高的，放2楼，给100万酬劳。行，我去看看。老板叫我去帮他挑选原石，你要不要一起？呀，我正闲得很。走。王蒙小姐，随便挑，挑出来的送2楼当精品。临街3品，极品玻璃种绿翡翠，价值2000万。老板，这块怎么卖啊？这石头没表现，不像是能出玉。你喜欢就送你。真的？啊？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王蒙，这石头看着没什么特别的呀。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对了，王蒙，你不是要解石吗？我大舅开玉石店的，你让他帮你解啊。真的？
那就麻烦你大舅了，走吧。一直听你说解石，我倒要看看是块什么料子。嘿，这块原石在哪儿淘的？大舅，你可别小瞧王某，他看原石可是很准的。年轻人懂什么赌石？你大舅我做10年生意了，多少人赔得倾家荡产。听叔劝，别碰这个。周叔，这原石里边有极品翡翠。啊？这石头里要有玉，我喊你大舅。那倒不用了，您还是帮我解石就行。嗨，行，就解一下，让你死心。王某，看来你要当外甥了。我可不想要这么大的外甥。哎。啊！这是帝王绿。周叔，你刚才说的话还算数吗？这次倒是我看走眼了，没想到这块原石居然能出玉。哼，不知道该说你运气好还是眼光好。我就说了吧，我朋友那可是有真本事的。这翡翠倒不是极品，不过种水质地不错，值500万了。周叔，沿着这条线再切第2刀吧。姑娘，你确定啊？这要是切垮了，可就贬值了。没事儿，切吧。好。玻璃种绿翡翠，没想到这块石料里居然能开出玻璃种绿翡翠，价值至少2000万以上了。我就说你行，上次的和田玉不是也赚了吗？姑娘，有意向跟我一起混玉石圈吗？我带你跑货，资源不少。大舅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想自己开店。姑娘有志气，你要是开起店了，可得照顾照顾大舅我啊。走了走了，晚上我请你吃火锅，庆祝你赚大钱。好，有空常来啊。王小姐，这装修都是全新的，家电都齐，明天都可以搬。辛苦你了。刚才收到转账提醒，2500万到账，够付全款，还剩下不少呢。以后不用住出租屋了，等你店开了，我给你当免费帮工，我包吃。来了，这次拍卖的大多是古玩，玉石我还能看看，古玩就全靠你，毕竟你眼光最好。你不是做玉石生意吗？怎么突然对古玩感兴趣？不是我要，是买来送别人。下面有请第一项拍品，清代皇族女性佩戴的琉璃项链，起拍价50万元。看出什么了？那是现代仿制，投影屏上的岁月痕迹都是人工做的。我知道了。下面有请第3件拍品，这是一件清朝官员自用紫砂壶套装，起拍价300万元。400万。500万。700万。别。怎么了？那套是假的，投影屏的底印，真正雍正年制的字迹不是这样的。你看古玩圈的熟人，有谁出手了？好吧，没关系，等会儿你看上什么，我帮你把把关，是真的再买。行，听你的。这场拍卖会没几件真品，剩下的都是仿品，没什么看头了。下面有请我们的第13件拍品，这是我们的第13件拍品，万法佛像。真品藏于京城博物馆，这尊虽是仿作，但其玉质圆润，收藏和观赏价值极高，起拍价5万元。啊？这金光不是佛像本身的，是里面藏了东西。临街1品舍利子，居然藏在这仿品里。
7号王小姐出价8万，有效。12万。12万。20万。20万。50万。50万。80万。90万。200万。200万。这就是个仿品佛像，不值钱的。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200万。200万1次，200万2次，200万，成交！恭喜我们的王女士拍得这件万法佛像。舍利子在这里面，打破佛像去不行，周围人太多了，先忍着。走吧。哟，这不是陈康吗？这么久不见，倒学会凑拍卖会的热闹了。巧了，我倒是亲眼看到有人花200万买了一份仿品佛像。哎呀，人傻钱多呀！谁说这佛像不值200万？哼，这佛像值200万？林大师，您是不是被坑晕头了？这佛像要是值200万，我喊你姐！我喊你姐！他就是故意找事的，一开始咱们就不应该理这种人，来者不善。放心，想羞辱我的人，从来都是自己打自己的脸。这佛像的确不值200万，算你，但是它里面的东西值。这是痴人说梦吧？假佛像能有什么好东西啊？啊？嘿，看见了吗？真正值钱的，从来都藏在看不见的地方。这是什么？这难道是佛宝舍利？这难道是佛宝舍利？我记得你姓王是吧？不知道我这老头子有没有幸运看一下这佛宝？老先生，您看就是。谢谢。哟，这是真的舍利子，我3年前在京城的拍卖会上见过一次，没想到今天又看到了。佛像中有这舍利子，我怎么就没看到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佛曰不可说，缘分吧，缘分到了，自然就该来了。我老夫信佛，却没佛缘，真是惭愧呀。王小姐，虽然不能夺人所好，但我实在太喜欢这佛宝了，你能不能出手于我？价格你尽管提，哪怕是以前的3亿价，我也愿意。抱歉，老先生，我暂时没有出手的想法。哎呀，天哪，你这简直是运气爆棚！这200万买的仿真佛像，居然能开出来上亿的舍利子啊！运气罢了，咱们回家吧。哎呦，我早知道这里面有舍利子，我砸锅卖铁也要抢啊！对了，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还打算继续做现在的事？最近在规划开个古董店，卖些古玩和玉石。我还以为像你这样的高人都喜欢独来独往，看不上世俗的生意呢。要是真的独来独往，我今天根本不会因为他的邀约来参加这个拍卖会。开店的话，首先得挑一个好的位置，最好是在古玩街或者是高端商场，流量大。还有就是进货，你眼光肯定不会进假货，最好要迎合一些市场需求。还有就是人脉，古玩圈嘛，讲究的就是熟子，熟人介绍的客户要比散客靠谱得多。啊，对了，如果你需要玉石成品的话，我这儿有渠道给你打8折，都是 A 货，你放心。至于原石的话，我还是建议你自己去缅甸或者是云南亲自挑，自己亲眼看着开料才踏实。谢谢你的建议，对我很有帮助。跟我还客气什么？等你店开业了，我第一个去捧场。没问题。
王莽，可算找到你了。你最近呢可是太火了，就咱那拍卖会的事儿，现在圈里边谁不知道？200万捡漏上亿的舍利子，你这手气啊，比彩票头奖还牛。林老板是怎么找到我家的？嗨，这不是王之鹤，王哥，他呢是个收藏佛宝的爱好者，听说你有舍利子，非让我带他来。王小姐久仰大名，我研究佛学20余年，对舍利子更是痴迷，能不能聊聊您愿不愿意割爱呀？林老板没告诉你这颗舍利子，我暂时不打算出。王哥有点心急了，没事儿，咱坐下啊，坐下慢慢聊啊。王女士，我真心想买那舍利子，您开个价，多少钱肯出手？不知您能付出什么代价？王女士要多少钱或者别的？我在金陵古董市场有间店，虽经营差，但是藏了不少稀罕物。我对古玩没兴趣，这舍利子值3亿，您接不住，不如转让店铺给我。我最近正找门面开店。哎呀，店铺随时转，店里古董您喜欢都能留。不急，半个月后交易。古董我过几天挑批真品，剩下的您自己处理。没问题，全听您的。那我们就不打扰王女士了啊。店铺定了，开店能推进，先挑真品，再采购填充货。可采购渠道去哪儿找呢？林哥，林哥，我想收古董开店，但是去市场淘浪费时间，成本也高。找捡古董、挖古董的私人，一手货源，价格公道。私人怎么联系？是团队吗？他们都是单干。明天我带你去，等熟了你要亲自去。这种东西一定要亲自去查验，要不弄到假货怎么办？太好了，谢谢林哥，明天我准时到。好，走了。刘总，你是做玉石的，知不知道哪里是赌石圣地？缅甸，翡翠主产地，质好量多。我下午就去，最近收购古董收购的有点穷啦，得去捞一笔。好，我和你一起，公司缺原石，你帮我长眼。好，我订票，我订2张票，咱们在机场汇合。好。票订好了，下午3点。好，那快点吧，不要误机。待会再走，这儿有个有意思的事儿。什么有意思的？等会儿就知道了。老板，你这玉坠200万啊？这位小姐，您可能不太了解行情。战国离现在都上千年了，这玉坠是老物件，保存的这么完好，200万真不贵。能给我看看吗？成色不如我之前卖的那个，雕工也糙，龙纹的弧度都不对，幸好我拍了照片。这人这么没素质。没事，等着看。这玉是好玉啊，手感温润，雕工也不错。瞧这上面灰褐色痕迹，从土里挖出来的吧？是真货。
哎呦，先生，你可真识货。原来不是不懂，合伙骗，这戏演得倒挺像。老板，你是缅甸人吗？我听着中文很流利嘛。我是混血，一半缅甸，一半中国。哦，那你这玉是从哪里出土的？南京出的呀。我怎么不知道战国时期的蜀地还有南京啊？战国时期哪有南京？你骗我！这位小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？老板不是很清楚。你说这玉佩是战国时期的，可又说它是从南京出土的。南京在战国时期可不是蜀地。这老板为了坑你买玉佩，准备的还挺全乎，还专门找个人配合行骗。你不要血口喷人啊！我本本分分做了10年生意，什么行骗？这玉坠绝对是真的。老板这话可真有意思。我前2天刚在金陵把战国龙凤呈祥的玉佩卖给了陈老，你转头就卖个一模一样的。先生您看，这是我卖的真货，和他手里的假玉坠一对比就知道了。多谢小姐，要不然真要花200万买个假货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位老板和他是一伙的，想坑人买玉坠，这龙凤呈祥玉坠就一个，早被我卖给陈老了。他们想骗这个先生。多谢你，萌萌，要不是你，我今天可就栽了。老板，这次我不计较，得人提醒没损失，但下次再让我看到你骗人，我直接找市场管理处封你摊位，好好做生意不行吗？你别冤枉人啊！我这玉坠是真的。唉，慕晴，走吧，我早上就喝了杯豆浆，现在饿得胃疼。刚才真是多谢你，不然我这200万就打水漂了。你不用谢我，只是刚好我见过真玉坠罢了。我叫徐成秋，在京城开了家古玩店。为了表示对你的感谢，你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联系我。并且我在京城的古董店囤了不少货，你要开古董店，我给你低价供货，能省一大笔钱。那就多谢了。哎，刘总，您来了，这是我特意给您留的上好货。这次预算3000万，大部分买半开的保险，剩下的挑批高质量全毛料。王蒙，看你表演了。哦，老板，你这儿给刘总的特供原石都是精挑细选的吧？那是，刘总知道的。我们家供应的都是老帕杆敞口的老坑料，出绿率高，水色足，绝对没问题。走吧，去别的家看看。哎，两位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们家的货哪儿不好了？王蒙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王蒙，这料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有什么问题，你该问李老板，他心里跟明镜似的。李总，我们合作已经有了5年，你若是有什么难处，可以直说。刘总，你信他还是信我？我李某人做原石生意10年了，什么时候骗过老主顾啊？你说你不骗人，那你这新帕杆的料子怎么混进老帕杆的货里了？你血口喷人！老帕杆的黄岩砂石，颗粒细，手感涩。可你这料子皮粗的能磨手，连水线都没有，还是说你觉得刘总看不出区别？
黄蒙说的没错，这料子的皮壳比老帕擀的还要松，透感更差。刘总，这我也是没办法呀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半个月前来了个大人物收原石，连我藏在仓库的特供货都要走了。我本想着抓紧把老坑料调过来，可没想到您比往年早来了1周。我就用这新帕擀的重数，这料子都是我精挑细选的，质量真的差不了多少啊。差不了太多。先不说你以次充好，这整层楼的料子朱绿绿连1成都没有。小姑娘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我这店开了5年了，凭什么受你污蔑？就凭……算了，我们走。哎，王小姐，这么巧，徐老板也来凑赌石的热闹啊？我哪懂这些啊？来都来了，瞎逛见识一下。二位这是没选到合心意的？别提了，这老板以次货充精品，差点被坑了。他说差不多，但料子的室温完全不一样。哼，这些店家专坑外地人。走，我带你去个靠谱的，我朋友开的，都是老坑料，绝对不蒙人。走，走。老王，带贵客来了，小姐要买毛料？我这有刚到的老坑。都是老坑种啊。穆晴，这些半开料一半带绿，总价值接近3000万，实际能翻3倍。我来付。我出来逛逛也得带点东西回去，要不然不是白来了。他故意停下来，肯定是发现好东西了。帝王绿纯种绿翡，价值5个亿。老板，给我看看那个。哎，好嘞。哎，这么小，就是开出翡翠也不值多少钱吧？没事儿，随便玩玩，开出翡翠打个扳指也行。你平常都在哪儿开石啊？原先我收购以后，就直接带回国，在自家长结，稳妥又安全。我这就能解啊，你赶紧的。先解那2块。哎，好。这半筐毛料居然没有一块废石，甚至还有几块玻璃种。这票子开出来可是成倍的收益。抱紧王蒙这条大腿可真是没错。粉笔。老板，让他顺着这儿切。哎，好。帝王绿！哎呀！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翡翠。老王，你这批料可不简单啊！我知道这批半毛料是好货，
但这小石料里开出帝王绿，我是真没想到。让我看看帝王绿。哎呀，嘿。这样下去不行，我现在订今天晚上的机票。国外什么事都可能发生，帝王绿的事情传开，我们想走也走不了了。我和你一起回去，可不是谁都能开出帝王绿的，我得抱紧这条大腿。今日某解市场开出百年难遇的帝王绿翡翠，现场引发大量人群围堵，目前翡翠下落不明。果然，新闻已经播报。以前我连想都不敢想，居然能摸到这么贵重的东西。这翡翠放在你这帮我保管，有空帮我加工成佛像。我那儿总归不太安全，放在你这儿我放心，加工费我会出的。我怎么会要你的加工费呢？放心吧，放在这儿我帮你好好保管。好，多谢刘总。喂，哪位？你好，请问你手中的帝王绿可以卖给我吗？怎么会？保密工作那么严，难道是国外人跟踪过来了？不卖，给多少钱都不卖。别急着拒绝，见一面听完我的条件再回答。好，见一面。皇家会所等你。喂，萌萌，大清早的发什么神经？穆晴，快去看看你家保险柜的帝王绿还在不在。开什么玩笑，昨天才检查过，好好的。不是玩笑，快去看。好好好，我去。照片发你了，自己看。穆晴，半步都不要离开，看好了。行，那我就挂了。王小姐来了，快坐，一路来辛苦了，先吃口菜垫垫。别绕弯子了，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来人！王小姐，用这些宝贝换你的帝王绿，够有诚意了吧千金也不换。王小姐，再考虑考虑，这价格绝对公道。不用了，我没打算卖。刘总，王小姐来了。你怎么突然来了？我开出帝王绿的消息传到国内了，刚才有人约我买。那你不打算卖的话，留着也没用啊。不卖，我店面刚开张，想留着当镇店之宝。那想要做成什么佛像？有想法吗？普通常见的就行，品质够了。哎，王小姐，玉石品质真高，做成佛像肯定好看。麻烦你了。哎，您客气。王猛，你可算起来了。王猛，你不是说今天带我去看帝王绿原石吗？帝王绿是帝王绿，可不是原石了。走吧。
来了，东西做好了。哇，这也太漂亮了！黄毛，这就是帝王绿做的吗？边角料底酬劳，够了。麻烦刘总了。走吧，咱们去你大伯那儿。好，那我们走啦。哦，好暖，像晒着春天的太阳，全身都被裹住了。灵阶一品，灵气吸完了。之前的玉坠是人阶，灵阶更高，价格肯定也贵。哎，看起来瘦，可里面的能量比之前强了10倍都不止。王哥，明天上午10点，老地方见。嬷嬷，早啊！王哥，东西我带来了，这灵气已经被我吸完了。行，我这边没问题，这边手续下午就能给你办。谢谢王哥。您好，看一下。您好。先生你好，新开的店，王老板人特别好，欢迎光临。你说的王老板是不是王蒙啊？对，有问题吗？没事儿，就问问。原来你躲在这儿，这次我要让你开不了业。王蒙，你等着，我不会让你好过。想不到我还有今天，能看到这些，更有信心把这经营好了。现在有请王小姐为大家剪彩，大家鼓掌欢迎。首先感谢大家百忙之中的光临，有各位的支持，我们店的生意一定蒸蒸日上。等等，只要有我在，就不会让你们店顺利开业的。谁？大喜的日子来找茬，活腻了吗？怎么了王蒙？不，应该叫你王大老板才对。没想到这么一段时间不见，你居然开了这么大一家店。孙涛，你想干什么？他故意选开业这天来，就是冲人多。我费这么大劲才开的店，难道要栽在他手里？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。你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吧？怎么？你还有话要说？我的脾气你知道？敢胡说八道，我可饶不了你！这老头不是去外地了吗？怎么突然就回来了？居然把他算漏了！别以为这样就算了，以后有的是时间找你算账。哼！牛老，幸好您来了，要是再让他乱嚼舌根，肯定影响店里的生意。他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，倒是你开业怎么不告诉我一声？
是不是嫌我啰嗦呀？哪儿能啊，牛老，您前2天不是还说腰不舒服？我这不是想让您好好歇2天，身体比什么都重要，不是？这还差不多。走，快带我去你店里看看。我听说你可进了不少好玉。那就请您待会儿帮我长长眼。大家也进来看看吧，欢迎你们。您看。哎，小王啊，不是我挑刺儿，你这店里玉石虽多，但是古玩太少了。你应该去集市上淘一些有特色的做装饰，那里的东西虽然贵，但藏着不少好东西啊。我记着了，牛老，您放心，我抽时间就去。您再来。牛老说的对，店里玉石堆得满，古玩却没有几件，确实得去集市碰碰运气啊。那集市是富人的玩具城，除了那儿，哪儿还有好古玩？明天就去，总不能让店里一直这么失衡下去。这玩意儿一看就是假的，花色我妈挺喜欢，20块钱，我买回家当盘子用。等等，这兄弟说话也太不厚道了。这盘子花色正，胎底足，怎么是假的？怎么着，要明抢啊？先来后到，懂不懂？是这个理儿，不过我出价5000，你要跟我竞价吗？老板，你这儿还有其他一样的盘子吗？有的，这还有一个是我家祖传的，我妈以前说都是成套的。大哥，你有什么话不妨直说，我是真心想买你的这个瓷盘。我是从农村来的，我妈突发脑溢血，现在还在医院躺着，凑不起治疗费，我只能来这儿碰碰运气。青出云花瓷盘，单盘市价10万，成套的能翻3倍，刚好我店里缺这种能撑场面的物件。阿姨出院后，你有什么打算？老板对我恩重如山，我想留在您身边。我当过兵，会一点拳脚，我能保护你。好男儿志在四方，刚好我店里缺个看店的，你要不要来？真的？骗你干什么？我的店就在省城步行街，需要一个靠谱的人，到时候带着瓷盘一块来啊。好的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哎呦，这谁干的呀？这太可惜了。怎么回事？老板来了。赶紧坐。老板，要不我先去看看？不用，我倒要看看谁敢在我店里闹事儿。老板，你可来了！今天一大早，我和李姐刚开门，一群人进来就要砸店，李姐拼命护着，后来来了人，他们才走。小雨，阿平呢？李姐受伤重，刚被送去医院了。老板，要不先去看看阿平吧？走。黄萌，哎，你就老老实实待着吧啊！王萌，我这不看见你高兴吗？阿平，对不起。你跟我道啥歉？咱姐妹俩谁跟谁啊？阿平，你知道那些人的底细吗？没事儿，这是王二，是我刚招的店员。应该是昨天晚上那个孙涛的人，其中有个下手最狠的人，昨天就跟在他身后。昨天刚来了，今天还敢来？要不是顾及店里面的古董，我早就跟他们拼了。放心，这账我会算回来。你先歇着。小雨，小雨，把监控录像拿出来。好。
走，咱们去找回场子。好。孙涛，该还账了。老板，要不我先敲门？不用，我亲自来。哪个不长眼的，敢砸老子的门？哼，是你啊！孙老板大白天好雅兴啊，躲在家里做什么？王老板新店铺开张，不去迎客，来砸我的门，小心我告你私闯民宅！那还得谢谢孙老板，百忙之中还来照顾我的店铺。哈哈，王老板的眼睛果然比监控还要灵啊！哈哈哈哈，趁我不在，派蒙面人来砸我店铺，孙老板以为戴个口罩就能抹去监控吗？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啊！赶紧给我滚，要不然我让人把你们拖出去。那就看看是你的人先到，还是我的人先让你躺着进医院。你敢打我？你信不信我让你在古玩圈混不下去？是吗？证据在我手里，要是我把视频发给牛老，你觉得他会让你踏进古玩圈的市场吗？明天上午10点，带着补偿金到我店里，要是敢迟到，我不介意让牛老亲自来请你。你别吓唬我！吓唬？监控视频我备份了20份，我现在就给牛老发过去。有话好商量，好商量。哎呀，想私聊也可以。我店里打碎了3个明代瓷瓶，李元平被你的手下打断了肋骨，医药费加精神损失费500万。500万？你怎么没抢啊你？抢？我给还不行吗？哼。要是下次再敢招惹我，可就不是打断你的胳膊这么简单。给他点教训，别打死。好。老板，20万，密码是1到6。老板，我妈的医药费我还没还你呢。拿着，以后跟着我，钱少不了你的。以后你妈的化疗费、进口药我全包了。黄毛，我来，哪能让你亲自坐在这儿呢？你怎么出院了？小心点儿，别碰着伤口。一点小擦伤而已。再说了，咱们日辰斋还需要我帮忙呢。哎，这店里都是这些东西，怎么能留住顾客呢？我出去一趟，你俩看好店。放心，老板。早去早回。哎，你这堆破玩意儿全是赝品，当我们都是傻子？你是不是瞎呀？我这可是从老家收回来的好货。老人家，这个怎么卖？5万。哇，这是战国刀币，太值了。这说不定是假的。让一下。哎，姑娘，
看看哪个？假的连包浆都没做对啊！战国古币，先接3片。老板，你这古币多少钱？1000块，拿走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姑娘，这玩意儿我想留给我孙子玩，不卖了。老板，可你刚才说1000块。哎，我前儿去你店铺看过，你是日神斋的王蒙吧？哎呀，这东西我突然不想卖了。跟我玩坐地起价？哎，不用找了，改天再来照顾你生意。嘿，哪有这样的？哎，居然冥想了一整夜，可我怎么一点都不困？应该是灵眸的原因。王蒙，可算找到你了。最近京城鉴宝协会和合作商搞了个鉴宝大会，邀请你我去参与，你有兴趣吗？鉴宝大会，京城协会办的，肯定有灵气的东西，我得趁机找更多。啊，获胜的话，协会会有丰厚的奖励，协会给的奖励啊，那一定不简单。行，林毅，我跟你去，就当开开眼界。嗨，我还以为你会拒绝呢。就算来了再多专家，也比不过我的金龙灵眸，没必要担心。哇，王蒙，真的是你？你怎么也来了？我来参加呀。怎么，只许你来，不许我参加啊？走吧，大会快要开始了。听说有压轴大宝贝呢。王蒙，你鉴宝技术最厉害，一会儿可得好好给我们介绍。走吧。哇塞，那不是故宫博物馆的研究员吗？今天竟然来这么多大人物。是啊，确实，顶尖的专家来了不少。各位，接下来宣布赏宝比赛规则，一共4轮，每一轮有3件藏品，只有1件是真品，答对者晋级，最终获胜者拿头奖。上藏品。这转心瓶成色太新，最多是前2个月的仿品。做工这么简陋，连釉色都不均匀，一眼假。这第一轮也太简单了吧，连我都看得出中间的才是真品。
雍正年制的珐琅彩，题字的人是宫廷画师，价格得5、6万，比普通的贵1倍。第一轮晋级。这杯子在发光，是斗彩鸡缸杯。器型修台都是极品。王某，快看中间那个陶盘，是不是这汉时期的？看起来就不一般。不错，这是家彩战汉陶盘。不过这个有点新呢，是做旧的吧？王老板，你怎么看？不错不错。王某，你选哪个？我觉得就选那个碗。刘小姐说的对，那个碗一看就价值250、60万的样子，那个白龙纹扁平也就100来万。我看未必。我看到这白龙纹扁平的光亮最盛，不会骗我的。我选纹扁平。王蒙，你怎么会选他呢？你再好好想想，这可是最后一轮了。对呀，是有点眼力的，都会选对呀。鉴宝比赛结束，获胜者名单在此。今晚的奖品是3块翡翠原料。冠军呢？快说！今晚的冠军是王蒙。王蒙，你真的看走眼了，那个碗更贵。就是，有点眼力的都知道选那个纯口碗。看看就知道了。这纹扁平乃临街3品文物，光芒骗不了人。明宣德的白龙纹，宫廷御用。正常的纹扁平100万，这个是宫廷的，过亿。啊？妙啊，后生可畏。早知道就听你的了。这获胜者不限人数，奖品按份算，咱们3个人加起来，说不定还能拿更多呢。那你下次听我的就好啦。反正这翡翠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他鉴宝的本事比我想的还要厉害，那些老研究员凑一起看半天的文物，他扫一眼就能报准价。王蒙，你这些翡翠原料还有用处吗？我店里还有，暂时用不上，你想要就拿去吧。这都是你赢过来的，不能白拿，开个价吧。那你就给300万好了。好，爽快。你就给300万好了。好，爽快。走吧。几位请留步。您有事儿？你鉴宝天赋极高，做我的徒弟吧。这位可是金陵鉴宝协会副主席赵德明赵老师。哎呀，那都是过去了，过去了。您就别妄想了，他连牛老的徒弟都不愿意当，怎么可能会当你的徒弟？什么？赵先生不必如此，并不是我王蒙看不起谁，而是我并没有喜欢当别人徒弟的爱好。哦，是我唐突了，是我唐突了。赵老慢走。欢迎下次光临。王蒙，哟，这几天不见又好看了。什么叫又好看了？我不是一直这么好看吗？行，你最好看啦。
哎呀，听说你们日辰斋真是一票难求啊！我也带着朋友来沾沾喜气，顺便掏点宝贝。欢迎光临，小王，当初真是没有看错你，这店开得有模有样，店里的宝贝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。难怪日辰斋这么火，连牛老和赵专家都来捧场。感谢各位一直以来的支持，日辰斋能有今天，少不了每一位的帮助。以后咱们不光要做买卖，更要做知己，让每一个宝贝遇见懂他的人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